这是我在2024年的亲身经历。或许你觉得这个事情很离谱，但我敢以我的担保，此内容绝对真实。今天的故事来自网友 Pablo， 故事很玄乎，咱们直接开始。关前提示：本视频未经科学证实，或有出现引人不适的内容。此视频仅供娱乐分享，切勿过度迷信。小 P 从小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，日子虽然不算富裕，但也算安稳。在2020年，家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他的爷爷突发脑梗偏瘫，彻底丧失了劳动能力，原本靠爷爷撑起的家，瞬间失去了经济来源。奶奶不得不扛起整个家庭的重担。小 P 的奶奶一直都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，隔三差五都会去一些寺庙烧香祈祷。可自打爷爷病倒后，就再也没有见奶奶去。一开始，小 P 还以为奶奶要照顾爷爷抽不开身，可后来发现奶奶不仅不再信佛，还开始厌恶所有与信仰有关的事物。直到去年5月份，小 P 忍不住问起了奶奶，当时奶奶冷笑了一声说：哼，什么神啊佛啊都是骗人的东西，拜那些鬼东西有什么用？小 P 对奶奶的转变感到非常诧异，但转念一想也能理解。就这样过了1个多月，在6月10号这天，奶奶的腿脚突然间就不听使唤了，连床都下不来。去医院检查，医生只说是过度劳累导致的。小 P 当时就觉得奇怪，奶奶一向身体硬朗，从她记事起几乎就没怎么见过奶奶生病，怎么会因为过度操劳就倒下了？而更奇怪的是，奶奶出院后视力也出现了问题，看东西也是模糊不清的。这种种怪异的症状让小 P 感到非常不安。他跟父亲说了奶奶之前的事情，父亲却只是叮嘱他好好照顾奶奶。父亲的态度很奇怪，就好像知道什么又不敢说出来。小 P 心里很不安，但他也不敢多问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这件事竟然蔓延到了自己身上。时间来到7月份的某天，小 P 的朋友想让小 P 陪他去趟寺庙，原因是朋友的哥哥最近犯了事，要去踩缝纫机了，想着去祈祷下，就当为他哥减轻点罪孽。一开始小 P 是拒绝的，因为他曾经是个天主教徒，而且还随身带着十字架，他对寺庙并不感兴趣，甚至还有点排斥。不过在朋友的软磨硬泡下，最终还是答应了。刚走进寺庙，小 P 立刻感到浑身不适，看着那些庄严的雕像，他心里莫名的烦躁，甚至有种厌恶感涌了上来。他心里暗骂：这些人真的信这些东西吗？有用的话，怎么不见我爷爷奶奶好起来？他越想越气，竟然偷偷对着观音骂了几句脏话，甚至还朝地藏王的雕像吐了一口唾沫。做完这些，他竟然觉得浑身轻松，心里还有一种荒唐的快感，觉得自己替天行道，戳穿了这些虚伪的信仰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这场亵渎的代价会来得如此迅速。当天晚上，小 P 躺下刚睡着，发现自己的身体完全动不了，就连眼皮都睁不开。随之而来的是一股冰冷的压迫感。他明明是闭着眼睛的，可却能清晰地看到在自己上空出现一尊巨大的地藏王像，那股威严的气息扑面而来。小 P 想要挣扎，可身体还是没有知觉，连喊救命的声音都发不出来。就在这时，耳边传来一个庄严又愤怒的声音，问他：你是否悔改？那一瞬间，小 P 彻底的慌了，那种恐惧感无法用语言形容，就像灵魂被锁住了一样。情急之下，他突然想起自己是信上帝的，拼命的在心中祈祷，希望能得到救赎。然而奇怪的是，小 P 感受到的并不是熟悉的温暖，而是一种冰冷的空洞感。他心里突然冒出一个上帝已死的念头，这让他更加绝望。就在他快要放弃的时候，眼前忽然出现了一只巨大的手掌，将他托起。紧接着，他感觉自己被缩小到掌心之中，一转头他就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外国老头。这老头穿着白色的袍子，满脸的大胡子。下一秒，小 P 似乎进入了一个奇异的空间，只见上帝化作一道金光，与地藏王展开了激烈的对抗。至于打斗的过程如何，小 P 没有仔细交代，反正结果是上帝赢了，他也就从梦中醒了过来。醒来后发现自己浑身的冷汗，惊魂未定的他习惯性的摸向脖子上的十字架，可当手指碰到脖子时，瞬间僵住了。他发现项链不见了，他急忙起身把房间翻了个遍，甚至把床垫都掀出来，可还是找不到。他记得自己睡前脖子上的项链并没有取下来，房间的门还是反锁着，根本没有人进来过。可那条项链就像凭空蒸发了一样，再也没有出现。从那天起，小 P 的生活开始变得一团糟。首先是人际关系，他和那个带他去寺庙的朋友莫名其妙绝交了。学习也不好，那段时间就是各种的不顺。再到今年，小 P 说，他感觉自己跟上帝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弱了。以前每次祷告完，内心都是平静如水，但现在一点作用都没有。慢慢的，他也就放弃了信仰。现在小 P 的生活总算有所改善，但他始终忘不了那个夜晚的经历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有些东西可以不信，但一定要有敬畏之心。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。如果你也有类似的经历或者看法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